天文學家最近發現，我們腳下這座宇宙大城市銀河系，居然不是大家一直以為的那個規規矩矩的球形。這個結論不是拍腦袋得來的，而是結合了大量觀測數據和複雜模擬，徹底顛覆了課本裡那種圓圓一團的想象。而真正把這個隱藏秘密照出來的，是一種肉眼看不到的高能光伽馬射線。它就像一台給銀河系做 CT 的儀器，讓我們看到星星背後塵埃深處那些普通光学望遠鏡完全看不見的隱秘結構。多年以來，天文學家們一直被银河系中心那一团多出来的伽馬射線困擾不已。這光實在太亮，太奇怪，怎麼都對不上原來的理論模型，所以大家給它起了個名字，叫銀河系中心過剩現象。就好像賬本上突然多出來的一大筆錢，卻沒人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有一派科學家認為，這些多出來的光很可能是成千上萬顆毫秒脈衝星一起發出的綜合輻射，只是它們藏得太深，我們還沒一顆顆點名。另一派則更激進，他們覺得這可能是暗物質相互湮滅時留下的痕跡。如果真是這樣，那幾乎就是在間接抓到暗物質的作案證據。而現在，來自波茨坦萊布尼茨天體物理研究所的一組最新計算機模擬，給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畫面：銀河系內部那一大團主要由暗物質構成的暗核，可能根本不是光滑的球形，而更像一個略微拉長、稜角分明的盒子或花生殼。這個形狀上的改變非常關鍵，因為它說明，過去許多人用形狀不對來排除暗物質的做法，未必站得住腳。這也就意味着，暗物質參與製造這團神秘伽馬射線的可能性，依然沒有被淘汰出局。在接下來的這段視頻裡，我們就一步一步拆解，看看這個核狀銀河核心的新發現，到底改寫了哪些舊觀念，又會怎樣影響我們對宇宙、對暗物質的整體理解。好，那就從事情的開頭講起，一點點來，不需要任何專業背景。你只要把它當成一次宇宙故事時間就行。2009年，美國宇航局發射的費米伽馬射線太空望遠鏡，在對天空做大範圍掃描時，意外發現，在銀河系中心附近，居然有一大團高能伽馬射線的集中區域，比之前任何模型預期的都要顯眼，就像一塊被打了高亮的區域。這個區域的亮度遠遠超過了理論計算。按現有的天體數量和已知物理過程算出來，應該沒這麼多光，可真實觀測到的強度卻像是多開了好幾檔。多出來的那部分就是讓科學家抓耳撓腮的地方。更麻煩的是，這多出來的光用我們熟悉的天體來源，比如超新星爆發、黑洞周圍的吸積盤，甚至是普通恆星形成帶來的高能現象，都統統解釋不通。好像多了一種我们還沒記在清單上的宇宙發光方式。所以天文學界乾脆把這團找不到原因的多餘光單獨列出來，起了個正式名號：銀河系中心過量輻射，英文縮寫 GCE， 方便大家在論文和討論裡來回提到它，就像給一個未破的案件立了暗號。很快，圍繞這團詭異伽馬射線，科學家們就分成了兩大陣營，兩種主流理論形成對立，類似於這是自然現象派和這是新物理派，各自都有相當多的支持者。第一種觀點認為，元兇可能是毫秒脈衝星，這是一種極端致密的中子星，質量跟太陽差不多，卻被壓縮到只有10幾公里那麼大，像一座宇宙中子鐵球，每秒自轉上百圈，在旋轉的同時朝外掃出有節奏的伽馬射線光束，像宇宙版的燈塔信號。如果在銀河系中心那個鼓起來的恆星隆起區裡真塞滿了成千上萬顆這種毫秒脈衝星，只是我們目前還看不清，那麼它們一顆顆發出的伽馬射線疊加在一起，確實有可能剛好重現費米望遠鏡看到的那種明亮彌散的光芒。而第二種理論則完全把焦點放在暗物質上，認為這或許不是普通天體太多，而是宇宙中那種看不見、摸不着，卻有質量的暗物質在背後搞事情。
按照這一套設想，某些暗物質粒子，比如曾經很熱門的候選者，若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 WIMP， 在高密度区域相互碰撞、互相湮滅時，會把自身的质量轉化成能量，以伽馬射線的形式釋放出來，相當於出現一陣陣微小但無數次疊加的伽馬爆閃。如果我們能非常明確地把這類伽馬信號和暗物質湮滅直接對應起來，那就等於是拿到了暗物質存在的第一份可靠間接證据。對物理學來說，這幾乎等同於發現一塊新大陸，那將是一項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性突破，不只是更新教科書，而是會逼着整個基礎物理、宇宙學，把關於物質組成的根本框架重新梳理一遍。多年以來，從費米數據裡描出來的這团伽馬光的外形，看上去更像是和脈冲星有關。它不是一個完美的球，而是沿着银河中心鼓起的結構分布。這一點一直被當作是支持脈冲星說的關鍵線索。具體說，這種伽馬輻射在空間上的分布有點像一個略鼓的盒子，或者一顆花生的形狀，剛好和我們通过可見光紅外線看到的恆星隆起區形狀很接近，而那正是脈冲星最容易扎堆的地方。於是很多人覺得，這大概就是脈冲星留下的光學指紋。相比之下，傳統的暗物質理論一般假設，暗物質喜歡圍繞星系形成一個大致光滑的球形暈，像一個均勻包住星系的外殼，這樣算出來的伽馬射線分布應當更圓、更對稱，和費米觀測到那種盒狀或花生狀的圖案明顯對不上。正因為這個矛盾，由萊布尼茨研究所的莫蒂斯穆魯帶領的團隊決定翻舊賬，不再盲目沿用暗物質暈一定是球形的傳統設定，而是回到模擬本身，重新審視星系和暗物質是如何一起演化出來的。他們借助的是一個叫 Hestia 的大型模擬項目，全稱是近鄰區域高分辨率環境模擬，可以理解為在超級計算機裡搭建一個銀河系數字孿生體，然後讓它在虛擬宇宙中經歷一次次星系合併、碰撞、引力拉扯，去觀察銀河系的形狀和暗物質分布是怎樣一步步被雕刻出來的。這些高分辨率的模擬結果給出的答案相當清晰，在真實的宇宙演化過程中，暗物質暈根本不必總是一個規整的球體，它完全可能被拉長、壓扁，出現各種不對稱的形狀。在幾十億年的時間裡，星系之間的併合、衛星星系的反覆掠過，以及引力場的各種扭曲，會把原本相對圓滑的暗物質暈慢慢拉伸，擠壓成類似盒子或花生的形狀。尤其是在銀河系中心附近，這種變形會被放大得更加明顯。更耐人尋味的是，當研究人員假設這個變形的暗物質暈會通過湮滅產生伽馬射線，並據此計算出應當出現的伽馬光分布時，發現它和費米望遠鏡實測到的圖案非常接近，吻合程度甚至不比毫秒脈衝星模型差。也就是說，原本大家用形狀不对，所以不是暗物質這個理由，曾經被視為反對暗物質解釋的關鍵一招，如今卻站不住腳了。在新的模擬框架下，單憑外形已經不能再把暗物質從嫌疑名單上劃掉。這項研究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在過去所有爭論裡， GCE 那種盒狀、花生狀的空間分布一直被當作脈冲星派最有力的一張王牌，幾乎人人默認這種形狀就是脈冲星的簽名。10多年來，關於這團神秘光的討論常常被簡化成一個2選1的邏輯：如果發光是盒狀貼着恆星隆起區，那就歸脈衝星；如果是圓乎乎一團，那就歸暗物質。形狀幾乎成了決定性標準。而現在，這批新模擬等於在告訴我們，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太粗糙了。盒狀的發光不一定只能代表脈冲星，暗物質在複雜演化後也完全能呈現類似的形態。要理解這一點，首先得接受一個前提：星系不是掛在天上的死物體，它們並不是一成不变的模型圖片，而是一直在運動、碰撞、吞并的巨大动態系統。星系的生命史裡充滿了互相合并、
擦肩而過的引力碰撞，以及恆星形成、黑洞噴流等帶來的內部反饋。這些過程會不斷重塑星系的質量分布和整體輪廓。氣體向中心流入，密集區域的新恆星誕生，以及臨近星系施加的潮汐力，這些看得見和看不見的過程，會同時重新安排普通物質和暗物質的位置，就像長期揉捏一团麵團，形狀自然會發生變化。Hestia 模擬清楚地顯示，暗物質運不一定是一個完美對稱的球，而很可能是3軸的不規則的橢球體，3個方向的尺度都不一樣。這種不對稱本身，就是銀河系在幾十億年中經歷過複雜歷史的直接體現，而不是某種理想化的幾何圖形。這讓天文學家在看伽馬射線數據時，不得不換一副眼鏡，不再把形狀當作一錘定音的證据，而是當作眾多線索中的一條，需要放回星系演化的大背景裡去分析。因此，現在更關鍵的問題，已經從它看起來像什麼樣子，轉移到是什麼物理過程在發光，到底是大量中子星在閃爍，還是暗物質在湮滅，亦或者兩者都有貢獻。首先要強調的是，毫秒脈衝星的那套解釋依然非常有道理，並没有因為這次新模擬就被否掉，它仍然是一個扎實、基於已知物理的方案。我們已經通過很多觀測證實，脈衝星確實會發出伽馬射線，所以從物理機制上並不牽強。加上銀河系中心附近塵埃濃厚，恆星密集，視線又被遮擋，很容易把成千上萬顆脈衝星蓋在背景裡，讓它們只留下整體的光，卻難以一顆顆分辨。但問題就在這裡，要在那樣嘈雜擁擠的環境中分辨出一顆顆具體的脈衝星，幾乎就像在夜市裡想憑聲音找到某一個人的說話聲一樣困難，技術上非常具有挑戰。傳統的無線電望遠鏡和光學望遠鏡在面對銀河系中心這團混亂區域時，往往會被塵埃和氣體嚴重干擾，信號被散射吸收，很難看清裡面到底藏着多少個獨立的高能天體。與此同時，隨着這次暗物質運形狀新結果的出現，原本稍微退居二線的暗物質湮滅解釋又重新回到了討論中心，再次被很多團隊認真審視。如果暗物質的確可以在真實宇宙中聚集成這種非球形核狀的運，且相關模型能成功重現費米看到的伽馬射線強度和分布，那它依舊是一個完全站得住腳的解釋，並不能被簡單排除。一旦將來有更多證據進一步確認，這些高能伽馬光確實源自暗物質粒子的相互作用，那就等於把宇宙大尺度結構怎麼長出來的和微觀粒子如何相互作用這兩件事直接綁在了一起，會對我們理解物理世界的方式帶來根本性的改變。不過，這樣宏大的結論不能光靠一類伽馬數據就拍板，它必須同時與其他多個獨立渠道的證據保持一致，比如宇宙微波背景的精密測量、星系团運動的研究結果，以及各種在地下實驗室和加速器裡尋找暗物質粒子的實驗約束。除了對銀河系中心過量輻射本身的解釋，這項工作還在提醒大家，高精度、接近真實條件的宇宙學模擬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它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是理解觀測數據的關鍵一環。過去很多計算都為了簡單，把星系當成理想化、對稱的體系來處理，要麼是完美的圓盤，要麼是規整的球體。這種假設方便推公式，卻和真實世界有不小的差距。而像 Hestia 這樣的大型數值模擬則告訴我們，只要給宇宙足夠的時間，讓引力、氣體運動和各種隨機事件自由發揮，星系自然會長成我們今天觀測到的那種亂中有序、不完全對稱的形狀。這些不規則反而是正常的結果。這種更真實、更複雜的演化過程，不僅有助於解釋銀河系中心這些高能爆發現象，也能為其他看起來怪異的觀測結果提供合理背景。例如銀河系外側的運動特徵，或者中心附近某些難以解釋的高能結構。需要說清楚的是，從根本上，
這項研究並沒有替某一方判勝，既沒能直接證明脈衝星一定是罪魁禍首，也沒能證明暗物質湮滅就是唯一答案。相反，它真正擊中的是之前那種只看幾何形狀就否定暗物質的思路。現在看來，這種推理過於簡單，把複雜宇宙演化抹平成了幾何教科書上的幾條線。目前的情況更像是脈冲星模型和暗物質模型又被擺回同一張桌子上，两者都具備一定的說服力，也都存在各自需要進一步驗證的地方。雖然謎題本身還沒有被解開，但暗物質研究和高能天體物理已經多了一個更靈活的思考框架，可以用來理解银河系中心那一大團又亮又亂的結構，不再被過於簡單的假設束縛住。如果未来證實暗物質湮滅本來就可以自然地生成這種核狀或者花生狀的伽馬發光結構，那它帶來的影響不會只局限在銀河系內部，而是會波及到我們對其他星系甚至整個宇宙的理解方式。這也就意味着，光靠看它長什麼樣這種形態學方法已經不足以區分普通的天體物理過程和真正新奇的物理現象。科研人員必須更多地去分析能量分布、能谱、亮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这种辐射和某些恆星族群之間是否存在一一對應的關係。對專門研究暗物質的科學家們來說，這個結果無疑重新點燃了一絲希望。通過天文觀測間接抓住暗物質活動痕跡的路線，也許依然可行，還遠沒有走到盡頭。銀河系中心依舊是這種搜尋最值得下注的地方。一方面，那裡恆星、氣體密集，是可見物質的大本營；另一方面，又是引力極強的實景。按理論推算，也是暗物質最可能聚攏的區域，相當於把兩種線索疊加在了一起。但到底是脈衝星在主導這團光，還是暗物質湮滅貢獻更大，亦或兩者混合，還是得看未來更精細、更靈敏的觀測數據。現有證據還不足以給出最後裁決。其中備受期待的一部分數據，將來自一個叫切倫科夫望遠鏡陣列 （CTA） 的地面高能伽馬觀測系統。它計劃在2028年左右全面投入運行，專門用來捕捉來自宇宙的最高能粒子和伽馬光。CTA 的觀測靈敏度和空間分辨率都設計得比費米要高得多，可以在更細的角度尺度上，把本來看成一大片的伽馬輻射拆分成更小的單元，從而判斷裡面到底有沒有許多獨立的點狀元。如果到時候 CTA 看到的是這團過量輻射其實由一大堆分散的小點組成，那我們就幾乎可以斷定是大量脈衝星在各自發光，只是過去設備不夠清晰，把它們糊成了一團。但如果即便在更高分辨率下，這團光依然顯得平滑連續，看不到明顯的點源，那暗物質湮滅這種更彌散的過程就會再次成為最有力的候選解釋之一。這項研究同樣在悄悄改變科學家們建立星系模型的習慣。未來在寫方程、做模擬時，很難再理直氣壯地把暗物質韻簡化成完美球體。如果暗物質韻確實更趨向於核狀或三軸形，它就會微妙地改變恆星在星系中的運行軌道，以及小衛星星系繞住星系公轉的方式，從而影響我們對星系旋轉曲線、引力透鏡效應等一系列現象的理論預測。這也很可能促使研究者重新回去檢查其他星系的觀測數據，尤其是那些中心區域看起來有點歪、有點不對稱的星系，看看類似的核狀結構是不是在宇宙中其實很普遍，只是過去被我們忽略了。不過有一點必須時刻記在心裡，再精細的計算機模擬也終究只是可能性的演練，而不是事實本身。這項研究的作者們也一再強調這一點。模擬能告訴我們，在這些假設下，宇宙可以長成這個樣子，但它不能單憑自己就宣布宇宙確實就是這樣。真正的事實還得靠望遠鏡一張張拍出來、測出來。所以下一步，科學家要做的是，把這些模擬給出的具體預測和不同波段的觀測結果逐一對照。比如看伽馬射線，
X 射線和紅外線在空間分布上是不是同時支持同一套結構模型？歐洲航天局計劃中的雅典娜 X 射線天文台，以及美國宇航局即將發射的南希·羅曼空間望遠鏡，都有望提供這種互相補充的數據，幫助我們更精細地描繪出銀河系核心質量和能量是如何分布的。如果未来的多波段觀測最終指向同一個結論，這些伽馬光確實來自暗物質湮滅，那這幾乎可以被列入本世紀最重大的科學里程碑之一，因為這意味着我們第一次直接抓住了宇宙中的一大半看不見的質量的真實行為。反過來說，即便最後證明這些光主要來自大量毫秒脈衝星，那同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它會告訴我們，銀河系中心可能藏着數量驚人的中子星族群，它們默默地為銀河系貢獻高能輻射，對星系整體能量收支起着不容忽視的作用。不管答案最終落在誰頭上，這次研究至少提醒了我們一點：星系的演化過程異常複雜，很少有事情能用一句話解釋清楚。非黑即白的簡單途徑，在宇宙尺度上往往行不通。銀河系中心那片又暗又亮、既混亂又有規律的區域，很可能反映的是幾十億年來各種力量交織的結果。星系并合、恆星爆發、黑洞活動和暗物質分布共同塑造，而不是某一種單一原因一手導演。最有趣的可能性之一是，真相也許並不是脈冲星或暗物質二選一，而是两者都在處理。既有一大片看不見的暗物質在悄悄湮滅，也有成群結隊的毫秒脈衝星在閃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我們看到的伽馬光譜。所以回到一開始那句話，我們現在有越來越多跡象表明，銀河系核心那部分由暗物質主導的結構很可能並不是對稱圓潤的球形，它更可能是一個帶有明顯拉伸的核狀或花生狀結構。而這一點正在悄悄改變過去10幾年裡關於暗物質是否參與發光的整場爭論，讓許多舊結論不得不被重新拿出來評估。這項新結果並沒有幫我們一下子偵破銀河中心伽馬案，反而是把案子重新翻開，讓暗物質和毫秒脈冲星都重新回到嫌疑人名單的前排。隨着下一代伽馬、X 射線和紅外望遠鏡陸續上崗，數據一點點積累下來，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真的能更接近答案。到底是什麼在驅動着我們這座星系之城那顆明亮而又神秘的心臟？